Hello， 我是各位观众，欢迎收看 Nice Chord 好和弦。今天我要教你练习10种程度的钢琴音量控制技巧，来试试看你可以达成几个吧。这个影片是由好和弦 nicechord.com 免费而且没有广告的提供给你。如果你觉得好和弦的课程有帮助到你，请你考虑购买好和弦最新的240集教程大包装，以实际行动支持好和弦哦。在练钢琴的时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注意自己有没有弹对音，有没有弹对拍子。但是也许比较少的人会注意到自己有没有弹对力度。当然，弹对音跟弹对拍子是最基本的啦。如果做不到这2点的话，剩下也就不用说了。但是在你已经可以弹正确的音跟正确的拍子之后，想要更上一个等级的话，你就要注意你的力度控制了。我会说，看一个弹钢琴的人的力度控制能力，大概就是最能够区分他是中等程度还是进阶程度的指标了。反过来说，只要你可以练习把力度，也就是大小声啦，控制得很好的话，你马上就可以听起来更厉害、更好听。我今天要介绍从简单到困难10个程度的钢琴力度控制的技巧，并且同时给你一些练习的小秘诀。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在练习任何东西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一个回馈机制，也就是一定要有办法知道你现在自己有没有做对。假设说你现在正在练投篮，你投出去之后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投进嘛。如果你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每一球有没有投进，那你也不知道没投进的时候是偏向哪一边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修正自己的动作。用篮球来譬喻的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废话了，但是很多人练钢琴的方式还真的就是在毫无回馈机制下盲目乱练，就是把同一段音乐重复弹很多次，但是却不太知道自己刚才到底是弹成怎样，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是对的，怎么样是错的。那以今天的主题，也就是练习力度控制来说的话，最简单的回馈机制当然就是弹的同时自己注意听自己弹的力度嘛。但是我知道这个对初学者来说很困难啦，所以我要介绍你一个超级有效的回馈机制，那就是数位钢琴加上编曲软体。任何一台数位钢琴或者是 MIDI 键盘，它的琴键下面呢都有那个力度感测器。你只要把它接到电脑上的任何一个编曲软体，你就可以看到你每一个键弹下去的时间、长度跟力度。我的这台平台钢琴里面有内建 MIDI 界面，所以我可以直接用这台琴示范给你看。你等一下看到荧幕上的长条图，显示的就是我每一个音的力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我非常推荐每一个学钢琴的人都应该用这个方法来分析自己的弹奏。只要你手上有任何一台数位钢琴加上一台电脑，你可以用任何的编曲软体都可以做到。你甚至连编曲软体都不需要买，因为只是要分析力度而已的话，用大部分软体的免费版或是试用版其实就已经足够了。那知道了如何用电脑来分析自己的力度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介绍今天的10个等级的力度控制技巧了。等级1是知道钢琴到底怎么样会大声，怎么样会小声。除了踏板之外，去决定钢琴的一个音会多大声的唯一因素，就是里面那颗琴锤去撞到弦的时候速度有多快，而琴锤的速度是由琴键往下的速度而决定的嘛。所以以上这段话的重点是速度，钢琴的大小声呢是借由你把琴键按下去的速度来决定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大声，你就要想办法让琴键快速给它按到底。那如果你想要小声的话，就要想办法让琴键慢速按到底，就这么简单而已。反正你要记得，直接影响钢琴大小声的是琴键按下去的速度，而不是深度、角度，还是手接触的部位，或者是你昨天晚餐吃了什么等等之类的其他的事情。等级2，练习渐强跟渐弱，来熟悉整个音量的范围。你知道了音量是借由速度来控制之后，接下来就是随便找一些音来练习渐强跟渐弱，训练自己能控制的音量范围，这样子。大部分初学者的问题都是小声没有办法弹得很小声，那大声也没有办法弹得很大声。你可以使用前面说的数位钢琴加上电脑的方法，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弹出很小声到很大声，然后再回来的渐强渐弱的效果。那如果你的数位钢琴才轻轻碰而已，长条图都已经到顶的话，你可以根据它的使用手册去把琴键重量调重一点点。这样子的话，它对于大声的部分的感测能力就会变得比较好。等级3，把主旋律每一个音的大小声弹得很一致。比起渐强跟渐弱，对于初学者来说更难的可能是维持每一个音的音量稳定。
初学者多半都会因为使用的指法不同啦，或是转指，或是移位之类的事情，造成音量突然太大或突然太小。那练习的方式是，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单音旋律的曲子，刻意去练习，把它的每一个音都弹得差不多大声。那如果你觉得你的音量很容易图强或图弱的话，可以看一下之前这一部如何轻松弹钢琴的影片，用那部影片里面的方法来弹，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应该都会很好用的哦。等级4，弹非常小声，但是不要漏掉音。在之前我们频道介绍钢琴踏板的影片里面，我曾经就有提到过，钢琴的琴键其实构造就有点像是一个跷跷板，琴锤有点像是放在跷跷板上面，然后你弹的时候就把琴锤抛出去打弦那样子。因为这样子的构造造成琴键并不是按下去就一定会有声音，你还得要让它按下去的速度超过一个最低限度才会有声音。我在今天的影片没有要解释钢琴的构造啦，所以直接跳到秘诀的话，就是你要用很稳定的速度把琴键慢慢按到最下面，就是弹小声的时候不会漏掉音的最重要的秘诀。大部分的人弹小声会漏音的原因，多半都是因为不敢把琴键一路给它按到最底造成的，也就是弹太浅啦。另外一个小声的秘诀就是把手稍微放平一点点，因为手放平一点点的话，当你的手一受到琴键的反作用力，这个关节就会往上翻，去吸收掉一部分的力量，所以你比较不容易会不小心太大声。等级5，学习开始使用左踏板。好和弦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左踏板，那平台钢琴的左踏板呢，可以把全部的琴键加上打击系统往右移动，它一来会造成里面的琴锤少敲一条弦，二来呢，也会让琴锤使用羊毛比较松软的部分敲到弦，那声音就会变暗。总之呢，你可以把平台钢琴的左踏板想象成音色切换器，那你踩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换成比较暗的音色。有些钢琴老师会说用左踏板是作弊，说左踏板是给没有办法弹小声的人用的。不过这点我非常不同意啦。踩左踏板跟弹小声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左踏板可以给你的那种闷闷暗暗的音色啊，是你不管弹多小力都没有办法做到的。等级6，练习把右手弹大声，左手弹小声。这一点其实不用太多做解释吧，因为绝大部分曲子的主旋律都是在右手的最高音，所以学会把右手弹大声，然后左手伴奏，不要把右手吃掉，是非常重要的技巧。大部分初学者的问题都是两只手的力度会互相感染，右手想要用力的时候，左手也会不自觉的就是一起用力，这个真的就是要多练习才能解决了。等级7，练习把左手弹大声，右手弹小声。有的时候主旋律也是会出现在左手的嘛，而且当主旋律是在比较低音的时候呢，它是更容易被右手的高音盖掉的。所以你一定也要训练自己能有左手大声，然后同时右手弹非常非常弱的能力，才能够应付像这样子的左手旋律的状况。等级8，练习把一个和弦当中的其中一个音弹大声。我之前有做过一个影片，叫做为什么厉害的人弹同一个和弦听起来就是比你好听一点点。在那部影片里面我提到，即使是弹同一个和弦，每一个音相互的音量关系不一样的话，
听起来的效果是可以差很多很多的。但是在那部影片里面，我并没有说的是实际上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把一个和弦当中的一个音弹比较大声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用手做出一个形状，让你想弹比较大声的那一只手指比其他的手指先碰到地面就可以了。我通常都是叫学生这样子练，就是你找一个平面的东西，然后呢把手指贴到上面。例如说我想要弹哆咪嗦，那我就把1、3、5指贴到这个上面去。那假设我想要大拇指这个音去弹得比较大声的话，我就只要让大拇指比其他的手指还要低大概 0.5 公分左右。反过来说，就是其他那2只手指飘起来 0.5 公分。然后呢，你就维持这个手型，原封不动的把它放回键盘上。你要注意，想要大声的那根手指碰到键盘的时候啊，其他的手指还有离键盘大概 0.5 公分这样子。然后就是把这个形状直接从空中等下弹下去，你就会自动有一个音比较大声了。那如果你要换成别的音比较大声，你就把手重新拿起来做一个新的形状，再放回去就可以了。我来弹不同的音大声给你听听看效果。那如果你3个音的和弦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练习4个音的和弦。那或者是更进阶的话，你就练5个音。等级9，单手的强弱交替音型。在很多钢琴曲呢，都会有一只手同时要弹主旋律，也要弹伴奏的情况。一种很常看到的样子是，正拍的时候是主旋律，那后半拍的时候是伴奏，强弱交替这样子。我弹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你看看。在这种情况，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头脑要清楚啦。先慢速练习，让头脑可以跟得上哪一个音要大声，哪一个音要小声。然后你可以在比较大声的音的时候，做比较大的手臂往下的动作。那如果你觉得很难思考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弹每一个音的时候呢，嘴巴顺便念出来这个音是要大声还是小声。等级10，各种单手双层的情况。那你学会了以上的各种技巧之后，剩下的就是挑战各种曲子里面会发生的实际情况了。像是这首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的第2乐章，就需要你的右手同时弹主旋律，以及还有另外一个16分音符的伴奏声部。那接下来这个布拉姆斯的例子，主旋律甚至还跑到了右手和弦的中间那个音。今天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普朗克的曲子，右手除了高音主旋律之外，还要负责下面一大堆复杂的音。
以上就是今天的钢琴力度控制技巧的课程。有在弹钢琴的人，你觉得力度控制的技术如何呢？我们今天说到的情况，你也都有练习过吗？欢迎留言在下面跟大家分享哦。那如果你喜欢像这样子的音乐教学影片，记得一定要订阅好和弦，并且按下小铃铛。小铃铛在哪里？我每次都比错，我乱比一下，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课程哦。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课程有帮助到你的话，希望你可以考虑购买好和弦的家庭号大包装，以实际中支持好和弦，让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免费的音乐课哦。那今天就这样了，我是吴宇观的，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